苏文渊出书了，开局就要嫁给眼瞎身子弱的疯批王爷。洞房夜，陈王府火光冲天，大家都以为陈王杀妻毁尸灭迹，没想到是王妃放的火，差点烧死陈王。第二天，所有人都对王妃肃然起敬，一时间竟分不清谁才是疯批。自那以后，陈王府就有了2个精神病，一个杀人，一个补刀，一个放火，一个泼油。王爷在前面谋财害命，王妃在旁拍手叫好。人前2人狼狈为奸，人后互相甩锅。你一个最富的女儿，如今能做王妃，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要死要活的吓唬谁呢？一会儿陈王府的人就到了，想死也给我出去死！再不出来，我把你腿打断！唉，就不能穿个主角吗？穿个小配角，这是闹哪样？让外面那位歇会儿吧。外面那个嘴里不干不净的女人是他的继母王氏。苏文渊因母亲一家叛国，全族被斩，母亲被贬为妾室，没几天就死了。她成了庶女，这些年一直生活在王氏的压迫下。前天皇上突然下旨，让她嫁给陈王。陈王本是朝中上下公认的太子人选，可15那年生了场重病，落得个体弱的毛病，最重要的是双目失明。他性情大变，开始变得暴虐残忍。原主得知后，吓得直接上吊自尽。之后苏文渊就穿了。书上原主拒婚，被王氏打断腿，扔上了花轿，成了瘸子。最后太子登基，毕竟太子是男主。书还没看完，陈王这个大反派后面怎么样了呢？我不能嫁陈王，结局肯定不好。但现在不嫁不行啊，腿要保不住。醒了还装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？能嫁给陈王都得烧高香。夫人说的这样好，怎么不让你女儿嫁？哼，李儿以后是要做太子妃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能和她比？我娘是罪妇，但你是外室，忘了？想做太子妃，她配吗？你咒我女儿是吧？等我叫人过来打死你！原主是因为拒婚，我是因为嘴欠，这嘴怎么就管不住呢？可那个苏玲儿的确做不了太子妃，她可是恶毒女配，一门心思想拆散男女主。没多久，王氏就带着几个5大3粗的婆子进来了，走在最后面的是他爹苏元。你胆敢抗旨，这是在连累我们丞相府。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上花轿，把他的腿打断，防止他跑了。这些年他虐待苏文渊，但怕丞相责怪，都是偷偷做的。今天可算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打他。我都说我愿意嫁了，夫人为什么非得让我死？逼我自杀不成，又要打断我的腿？你想抗旨别拉上爹爹呀！谁逼他自杀了？他不是自己寻死吗？婆子们听到这番话，有的停下了手，有的收手不及，还是打在了苏文渊身上，但下手不重。苏文渊嗷一嗓子，屋里人差点没跳起来。这跟杀猪一样的动静，是人能发出来的声音吗？当朝丞相的女儿不愿意嫁给王爷，不知道皇上会不会多想，会不会觉得我爹平时在府中说了狂悖之言，才会让女儿抗拒皇家？说不定陈王也会迁怒丞相府。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哎，谁让你们动手的？滚出去！他自己要上吊，不是我逼的。是不是你逼的？你心里清楚，你一向看我不顺眼，府里谁不知道？之前闹也就闹了，现在都开始逼人自杀了。不，他不是我逼的，他自己想死。我要是真想死，当年就死了，何必要在做王妃的时候死？你也滚出去！王氏受了冤枉，硬生生吞下了这个哑巴亏。苏元看着这个许久未曾关切过的女儿，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。陈王虽然恶名在外，但你毕竟是皇上下旨赐婚，他多少会顾忌些。但陈王心狠手辣也是事实。先梳妆吧，晚些时候花轿就到了。小姐不是宁死不嫁吗？凭什么我死？他们哪一个不比我该死？刚刚我没得选。反正离结局还早，陈王一时半会死不了，去陈王府远比在丞相府安全。小姐，你刚刚惹恼夫人，现下老爷去哄了，所以没人送你出嫁，多担待吧。嬷嬷，这梳头手艺不错，赶明和王爷说一声，让你去陈王府伺候吧。小姐可别说笑，你看我现在有心情说笑吗？老奴知错。一切准备妥当，陈王府的花轿也到了。苏文渊出门，府里冷冷清清。出门后，苏文渊只看到了一顶花轿，还有几个轿夫和侍卫，可以看出陈王态度敷衍，都懒得做戏。这样也好，方便我在陈王府讨生活，不然被一个变态盯着，早晚得吓死。嫁妆呢？苏元竟然一点都没准备，没有银子，去了陈王府不得饿死。就算陈王愿意给我一口饭吃，那府里下人还得用银子打点呢。还丞相呢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
王爷，丞相府那边出了意外，进来说。盛景玉如今的名声，不管娶谁都能把对方给吓个半死。苏文渊已经自杀过一次，再死一次也没什么奇怪的。苏小姐出了门，但看到花轿又回去了。就这些，这么点事也值得说，去探清缘由再回禀。哦。苏文渊那边正在据理力争的讨要嫁妆，不管他怎么威逼利诱，王氏就说没有，一毛不拔。我不怕你闹，有能耐让陈王过来给你撑腰啊！苏元一言不发，跟个死人似的。他这样无动于衷，更加助长了王氏的气焰。嫁妆肯定没有，要么你自己上花轿，要么我把你腿打折扔上去。哈哈哈，行，不要了，我这就出门，再过几个时辰洞房花烛，我打算刺杀王爷，之后就说我爹让的。他既恨王爷，既恨皇上，早有叛国之心。没钱还怎么活？我活不了，那就都别活了，你们就等着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吧。别说活人了，坟地里的骨头渣子都得挖出来磨成粉，陈王做得出来。你快给我闭嘴！这话传出去是要死人的。你们也知道我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，如今你们愿意给2个钱，我也愿意活着，不给的话，大家一起死吧。我一无所有，你们舍得死，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别胡言乱语，不过是些嫁妆，我给你。松手，这不就得了？费劲。好巧不巧的，陈王府的那位侍卫孟琪就听到一句他要刺杀王爷，就飞奔回去复命了。苏文渊死了？没有，他活得好好的，但他要把您杀了，就在今晚。什么？苏文渊要在今晚刺杀王爷，之后嫁祸给苏丞相。不自杀了，改成杀我了。我这位素未谋面的王妃挺有志气啊！父皇特意派人来警告我，不可残杀王妃，免得朝中议论纷纷。我正愁没地方下手呢，他倒要先出手了。好事，快去把他接过来，让我见识一下。真有意思。这样，我们先给一小部分，剩下的日后再说。陈王不是已经发话，能不能活命，要看王妃的造化嘛。或许他活不了几日。哼，用得了几日吗？今晚就要刺杀陈王。他就是在这说嘴，真见到陈王腿肚子发软，脚抽筋的，能站起来就不错了，还自杀呢？老爷你去哄2句，拿点小钱送走得了。就平时他那怂样，今日是被逼急了，过了这阵就好，说不定到时候自己都觉得后怕。苏元思量片刻，觉得可行，让人抬了2箱嫁妆出来，里面都是些不值钱的衣服布料，但单独有个盒子装了珠宝银票。有点就行，先活几天，日后得空再来要剩下的。门口花轿等太久了，还得罪不起那个活阎王。他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？小家子气，没见过这么多银子，估计是懵了，不用管他。感觉没那么简单，就怕他心生不满，恶意报复，到时候拖着一家人去死。他没那个胆子，不会的。当年多少人家想把姑娘送进陈王府，如今倒好，想娶都娶不到了。皇上也是绞尽脑汁选了这么一位，看似有个好出身，是苏丞相长女，实际上不了台面。一会儿人就到了，陈王好像不打算露面。呵，别管陈王会不会出现了，还是猜猜陈王妃能不能活着吧。皇上不是已经警告过陈王了吗？不许他伤害王妃。你莫不是忘了当年的何贵妃？父皇下旨也没能救下来。当年后宫有一位贵妃，仗着得宠嘲讽盛景玉是个瞎子，盛景玉当即就让手下人挖了他的眼睛。还戴着盖头干什么？陈王有眼疾，盖不盖没什么两样，反正都看不到。红盖头不是给人看的，它代表的是喜气吉祥。诸位这般无知，就不要笑得这么大声了。笑容顿时僵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气氛也有些尴尬。但更让大家意外的是苏文渊的长相，他和他母亲极为相似。他母亲当年有京城第一美人之称，这般样貌却即将香消玉殒，当真可惜。苏灵儿不是说她大姐相貌平平，早知道是这般样貌，怎么能让她嫁给盛景玉呢？诸位怎么不笑了？谁都没想到他会出现，苏文渊也没想到，好奇转身。此时盛景玉藏在白纱下的视线也在打量他。这样一张脸，为何会被人推出来当靶子？四哥娶亲是喜事，可惜四哥眼盲，看不见王妃的惊人样貌。男主就是不一样，可以当面戳盛景玉的痛处。样貌还在其次，传闻苏丞相长女温柔贤淑，聪慧过人，又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。啊？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本王累了，各位请回。仪式就这样结束了，盛景玉也没和苏文渊说话，转身便走。他就是好奇苏文渊的长相，才特意过来的。真正的重头戏在晚上。王妃想杀本王，那总要有趁手的家伙才行。她一个闺阁小姐，估计也没什么凶器，你帮着准备一下。王爷放心，我明白。盛景玉瞥了他一眼，完全不放心，但眼下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用，得力的都派出去了。
就这清汤寡水，光是看看就饱了。让我连吃半个月，我也想杀人。我们在丞相府的时候吃的还不如这呢。原主的情绪是真稳定。这是准备什么呢？这么大动静。苏文渊新婚第一晚推开门的瞬间，人都傻了，满屋子的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，长的短的，一应俱全。这是洞房需要的东西吗？这是洞房吗？这是刑房吧？就算没有洞房花烛，也用不着玩刑讯逼供吧？盛景玉不会有什么特殊爱好吧？这边是长兵器，有点重，但抡起来的话一招毙命。这边是短兵器，方便隐藏，藏在衣袖里刚好，这么多肯定能找到顺手的。还有这边瓶子里都是毒药，无色无味，王妃看看。今晚我就住这。当然，王爷也会住在这。我辛辛苦苦弄的，不住岂不浪费？王妃快看这些纱帘，一层又一层，后面还藏着蜡烛，蜡烛一点，影子叠在一起，朦朦胧胧，隐隐约约，到时候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在干什么，很安全。苏文渊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即使是见过世面的盛景玉，站在门口也被惊得说不出话。走，事情交给我，绝对可以让人放心。我就是王爷身边最得力的侍卫，嘿嘿嘿。我听闻王爷身子虚弱，要不还是早点休息吧。身体都这样了，还想那些有的没的？啊，王妃说的是，本王累了，我只是让梦琪给他行个方便，没说把这里变成兵器营啊。扶本王坐下，再倒杯茶过来。好。梦琪这个废物弄了这么多假毒药，却没留茶壶，连个茶杯都没有。苏文渊想让人送茶进来，但门口没人，同样是梦琪安排的，他怕嫌人太多，影响王妃发挥。王爷，屋里没有茶，我出去找找再回来。盛景玉气得说不出话，苏文渊当他默认了，跑出去找人，出去的着急，裙子刮住了纱帘，纱帘贴在烛台上，火一点点的着了起来。苏文渊还没发现，跑得飞快。盛景玉看着一点点燃起来的火，表情复杂。梦琪是个傻子，苏文渊也不聪明啊，准备这么多东西，他最后用的方法是假意放火。苏文渊还没找到人，就看到了火光，想起盛景玉是个瞎子，想都没想就往回跑。王府怎么会着火？人又都死哪去了？梦琪也看到了火，但他没急着救火，因为盛景玉不止眼睛是好的，武功也是好的，眨眼间便能脱身。他怕去得早了，火不够大，王妃的罪名难以成立。盛景玉也是这么想的，等火势大些再出去。王爷，你感觉不到着火吗？还不跑？四周无人，本王有眼疾，跑不出去。盛景玉想提醒苏文渊，现在也是动手的好机会，纵火杀人，他要是真死了，很难寻到破绽。苏文渊却只想着跑出去，压根没深究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苏文渊，你胆敢刺杀王爷，拿下！没见过放火刺杀的，这王妃有点笨啊！屋子里有那么多东西，用哪个不行？什么就刺杀王爷？这火是我放的吗？去叫太医，快！同时，京城里的很多人都瞧见了这场大火，都以为是陈王放的，烧死陈王妃，毁尸灭迹。陈王府怎么着火了？那个孽障不会真的刺杀王爷吧？完了完了，你非得扣那些嫁妆，本来也不是你的，给他又怎么了？先别慌，这火应该是陈王放的。苏文渊一个姑娘家，身边又只有一个丫鬟，怎么在陈王府放火？就算放火，火势也不会这么大，刚见火星就会被扑灭。陈王府下人又不是死的，这火一定是陈王放的，他要毁尸灭迹。老爷，太子差人过来请您入宫，一同状告陈王。苏文渊不止没放火，还死在了火里，省心了。盛景玉怒气未消，不断的劝说自己要冷静。就在这时，宫里来的太监到了，太医却没来。陈王府死了那么多位太医，没有人敢来。哎呦，王爷这是……王爷需不需要换一身衣服？不用，换了衣服，放火的罪名就得落在我的头上了。王爷，奴才想问一句，王妃在哪？走吧，带你去看看。王妃还活着？火是他放的，他当然活。人关在哪了？盛景玉不让梦琪说，是觉得有点问题。苏文渊救他的时候，不像是装的。关在逐月阁了。王妃进去时没吵也没闹，就是一直咳嗽。咳嗽着，怎么吵闹？太监只是离远看了一眼，苏文渊的确还活着，就是模样和陈王一样狼狈。盛景玉不经意间看到了他的小腿血肉模糊，像是烧伤了。梦琪，纵火一事还没查清，别苛待了王妃。是，皇上正等着王爷呢，还请王爷跟奴才回宫。好。
孟琪目光坚定，又听懂了，盛景玉想让他找个郎中给苏文渊看看，再给他换身衣服什么的。孟琪理解为盛景玉怕苏文渊逃跑，所以得盯紧点。还好意思让朕给你个说法，现在你来给朕一个说法。现在断绝父女关系还来得及吗？皇上，陈王早已恶名远扬，先前您坐视不理，现在陈王在新婚夜谋害王妃，您不能不管啊。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你就给景玉定了罪，是意外还是谋杀？不得先问问吗？皇上一直偏爱盛景玉，后来他生病眼盲，皇上心疼他，更加偏爱。事到如今，即便皇上认为陈王妃已死，也想替盛景玉寻个理由。陈王早就放话，不让陈王妃活命，这当然是谋杀。就在这时，盛景玉脚步虚浮地走了进来，还是那身受害者的打扮，走2步还得咳嗽几声。太监先一步回到皇上身边，在皇上耳边低语几句。太子见他这么狼狈，心中有些不安。盛景玉没事儿，那死的肯定就是苏文渊了。你那个知书达理的女儿，新婚夜火烧陈王府，试图烧死景玉，你还有脸哭？那孽障竟然真的动手了！丞相好家教啊，每天给陈王妃喂的是雄心豹胆吗？喂的胆子这般大。王妃还活着，我听苏灵儿说过，苏文渊胆小如鼠，说话细如蚊呐，平时头都不敢抬，哪来的胆子放火？王妃活得好好的，奴才亲眼得见。太子殿下若是不信，可以去看看，或者您看看陈王如今的狼狈模样，想想这火到底是谁放的。苏文渊怎么敢放火？这件事一定是另有隐情。殿下不要说了，他有可能是失心疯了。之前是不敢，这不突然就敢了吗？事情到这儿还只是苏文渊一人所为，再追问下去，那孽障就得说是我指使。这苏元这个亲爹都认了，我还怎么调查？你们几个事情都没了解清楚，就写了奏折弹劾，你们也配为臣？大晚上的不睡觉，都闲的吧？你官降一级，罚1年俸禄，你们都退下，丞相和陈王留下。还好意思让朕给你个说法，现在你来给朕一个说法。现在断绝父女关系还来得及吗？父皇，是不是王妃纵火还没调查清楚？这是王爷身边的侍卫说的，不是奴才胡说。手下人说王妃纵火是因为当时屋内没有旁人，但这火也有可能是意外，没查清楚之前，儿臣不愿冤枉好人，希望父皇给儿臣一些时间调查。对，皇上之前不也说了吗？有可能是意外，再查查的好。那朕就先饶了你。调查过后，果真是王妃有异心，苏元，你可得给朕一个交代。是，滚吧！景玉去换身衣服再出宫吧。嫁妆，老爷，你知不知道他娘留下多少？都给啊！给，那个孽障真的动手了，再不给你就等着死吧。那是留给灵儿的，她将来嫁给太子，须得风风光光的，没有那些嫁妆，太子怎么看得上她呀？搬走！老爷，不行啊，不行！那嫁妆本来也不是你的，他娘留给他的。你想让灵儿嫁得风光，你倒是拿出这么多的嫁妆来呀！把她给我关进柴房。太子想不通苏元为何承认，思来想去，决定去丞相府问问。刚到丞相府，就瞧见了一箱接一箱的珠宝金银。丞相是要逃跑吗？这是那孽障的嫁妆。苏元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太子瞠目结舌地听完全程。真是苏文渊动的手，没有这些嫁妆，他就要说是臣指使他杀人。哼，丞相养了个好女儿。给盛景玉选一个软弱无能的王妃，是为了逼他动手，到时候借机发难。现在全都毁了，毁在了苏文渊身上。苏文渊也没想到，一场意外失火，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。这是不对吧？不对吧？剧情就这么难以改变吗？原主大婚当日被打断腿，我躲过去了，现在腿又烧伤了，这腿就非瘸不可。他怎么样？我安排了10几名侍卫，把竹月阁团团围住，王妃肯定跑不出去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本王想和王妃单独聊聊。他腿伤了，往哪跑？没人看着也出不去啊！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盛景玉眼前一黑，他怀疑苏文渊刺杀一事也是眼前这位搞出来的。现在这事闹得满城风雨，怎么收场？进去再说。这时岳秀跑了过来，先前这里的侍卫太多，他进不来，现在可算是寻到机会了。王爷，你放了小姐吧，火不是他放的。先进去问问，不是他做的，本王自然会放他出来。房门打开，岳秀直接扑在了苏文渊身上。疼！小姐你受伤了。王妃受伤了，去请个郎中。
盛景玉没打算任我自生自灭。火是你放的吗？我放火干什么？新婚夜刺杀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盛景玉低声一笑，等着他的解释。苏文渊恍然大悟，不顾腿上的伤，直接站了起来。那一屋子的兵器是你让人安排的，就是想诱导我动手。小姐，别！给你行个方便而已。苏文渊气得想骂人，但被越秀捂住了嘴。王爷，我们小姐没想刺杀，她是为了嫁妆才那么说的。哦，怪不得苏元不反驳也不解释，原来是怕牵扯到他。那是本王误会你了。那王爷打算怎么弥补呢？因为你的误会才导致的这场大火，我为了救你冲进火中，还受了伤。小姐应该是疯了，在丞相府扬言要刺杀，到陈王府又和陈王谈条件。此时不谈条件，日后就没机会了。我可是为了救盛景玉才受伤的，那么危险的情况下，冲进火里又冲出来，要点好处不过分吧？谁说苏文渊胆小如鼠？这胆子不挺大的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放我和越秀离开。苏文渊死死地盯着他，但凡他起了半点杀心，苏文渊都会马上改口。王妃不是要走吗？本王的身体不劳你费心。那我能把嫁妆一起带走吗？不能，人和银子我总得要一个吧。你我今日成亲，晚上我便休妻，这岂不是在坏本王的名声？你有什么名声？哼，真有趣。你若是想留下，或许会放你离开，但现在想走，那肯定是走不了了。世人对本王多有误解，王妃可不要听信那些小人之言。我不是靠听的，是亲眼的见。王爷要是不愿意写休书，那就当我今晚死了吧，偷偷把我放出去就好。王爷，女大夫到了，先让女医给你看看，之后我们再说。盛景玉被孟琪搀扶着出去，出来后孟琪大吐苦水。盛景玉几次开口想要说正事，都被他给拦了回来。嘿嘿，王爷你说。盛景玉刚要开口，苏元又带着嫁妆到了，他带了很多人，还都抬着箱子，数目惊人。老狐狸动作还挺快。小姐，你一会儿不要再乱说了。我哪是乱说呀，我是怕以后没机会走了。今天看他还算和善，万一日后暴虐起来，我还能有命活吗？今天没感觉到盛景玉的可怕，所以才敢说的。日后盛景玉要是当着我的面杀人，凌迟车裂，五马分尸的，还有胆子说话吗？小姐，你的命好苦呀。是呀，哪有刚穿就险些丧命的？本王可以答应你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本王给你100两，让你们主仆可以生活，但你的嫁妆要全部留下。100两够了，嫁妆都给你，不行你给我找身粗布衣裳，我身上这身衣服也给你。就我那点嫁妆，可以说是不值一提，用这么点银子就能换来自由，赚大发了。好，正好你爹送嫁妆来了，先去看看吧，免得日后反悔。啊，我爹来了，来送嫁妆。盛景玉都走了，苏文渊还站在原地。王妃，苏丞相在前厅等很久了。不对呀，我也是糊涂，那2箱破嫁妆也值得盛景玉惦记吗？盛景玉身上的一块玉佩就是我嫁妆的10几倍，看来他盯上的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从后院来到前厅，一箱又一箱的嫁妆，看得苏文渊眼花缭乱。苏元眼中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，他现在就后悔了，想把箱子搬回去。可盛景玉那个瘟神坐在这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搬回去。这是什么？好东西怎么就落在他手里了？这是黑珍珠，举世难寻，几十年才凑出这些，一代代传了下来。现在就算是翻遍整个安川国，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多。哇，这一小盒黑珍珠就够赚几辈子的了。这么多箱奇珍异宝，这不发了吗？苏丞相还带了嫁妆单子，王妃可以看看。你母亲是安乐侯府的嫡女，她出嫁自然是风风光光。后来安乐侯叛国，父皇并没有迁怒你母亲，嫁妆自然也就留了下来。现在苏丞相理应把嫁妆交由你。是。这报复来得如此突然吗？王妃看过了，本王就命人把这些收起来了。孟琪，准备100两银子。啊，盛景玉要的是这个嫁妆，100两银子购买几颗黑珍珠啊？盛景玉要用1万块钱换走200亿。等等，王爷你说的对，这个名声还挺重要的，要不我们再谈谈？这么多的嫁妆换自由不是有病吗？我的自由值那么多吗？几千的工资我就把自己给卖了，兢兢业业的干了好几年，现在这么多摆在这，谈什么自由？哦，那我们再谈谈。苏文渊殷勤地上前扶住他，把他扶去了后面房间，还把其他人留在了外面。王爷你得多吃点了，瞧你瘦的，肯定是府里人照顾得不够仔细。这是交给我，我换着法的给你安排食谱，肯定能给你养胖。王妃不是要走吗？本王的身体不劳你费心。
那我能把嫁妆一起带走吗？不能，人和银子我总得要一个吧。可那嫁妆本来就是我的。别忘了你的嫁妆是怎么要来的，要不你去问问你爹，让不让你带走？又或者仔细想想，这些东西你守得住吗？今晚本王若是不在，你爹敢把嫁妆搬回去，你信吗？信。苏媛的眼珠子都要粘在嫁妆上了，他现在肯定后悔了。哈哈哈，信就好，本王再给你加100两，你可以走了。王爷，你这和明强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起码留了你一命。3年前，本王看上了礼部侍郎的祖传金盏，他不给，本王连夜派人去拿，他还是不给。你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吗？血溅当场。但本王为了弥补歉意，给了他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，加金丝楠木棺椁。整个故事听起来挺无语的，也是他能做出来的事。但苏文渊记得书中的一桩贪污叛国案中牵扯到了这位侍郎，他还是很关键的一环，但为人圆滑，始终没有证据。幸好盛景玉及时将他斩杀，才没酿成大祸。这位陈王好像不对劲啊，说他暴虐，脾气阴晴不定，但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，还真没发现。外人虽然不会为一支金盏杀人，但这些嫁妆足以让他们疯狂。我可以留下，那嫁妆能让我自己处置吗？你别要钱又要人的。可以是可以，但王妃不是人人都能做好的。本王想了想，换一个更好，你走吧。我可以做好的，你忘了吗？外面说我贤良淑德、温婉大方，还有啥来着？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。对，主要是善解人意。行吧，那你先做2日试试。那些嫁妆呢？一会儿你让人搬回去，由你处置。这是什么世道？刚刚求他放自己走，现在还得求他让自己留下来。王爷，苏丞相还在外面候着呢。这种小事找什么王爷？下次找王妃。走。那就辛苦王妃了。不辛苦，那个谁，扶王爷去休息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不懂事。越秀，你来扶我一下。王爷是要留下他？是，府里总要有个王妃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他和苏丞相关系不好，不像是苏元派来的。太子等着我杀他，我为什么要让他如愿？不过是多口饭的事。去让人进宫，就说失火是意外。好。这也不受啊！孟琪这个废物。王爷，你怎么自己换衣服？肯定不方便吧？要不我帮你。还是让孟琪来吧。孟琪。别看了，天色已晚，王爷去休息了。你们过来，王爷刚刚说了，把这些嫁妆搬去逐月阁，明天我再对着单子一一清点，先搬过去。苏元看着一个又一个箱子离他远去，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。这回你满意了吧？你娘留下的东西都给你了。疼啊，心疼啊，心疼到想哭。不然呢？给你的外室还是给你的私生女？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有刺杀王爷的胆子，你竟然藏得这么深。你费尽心思的藏拙，就是为了寻找机会拖我们去死。你没看出来的东西多了，我们来日方长，一点点清算。那你给我消停些。嫁妆送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放心，这场火是意外。还不走？等王爷出来送你吗？有恶名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干嘛呢？王爷说让他留下，他非得走。留他干嘛？王妃你就救我！趁王府来请郎中，没有一人敢来，我心善才跟着过来。为什么要杀我啊？为什么杀他？曾听越秀说过，晋府的太医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的。那以后谁还敢来陈王府瞧病？就算是王爷，也不能这样草菅人命吧？没要杀他，王爷说让他留在府里一些日子，给您治伤，烧伤难治，别留疤。那你咋不解释一下呢？他跪内哭，你站旁边看。现在就算解释清楚，也不能留了。真把他留在府里，他得把自己吓个半死。还是让他回去吧。苏文渊给了银子，又讨了些药，就让他走了。女医得了赏赐，对苏文渊感恩戴德。不到1晚上的功夫，这个故事就被添油加醋的传了出去。我住哪？孟琪看到嫁妆送进了逐月阁，猜测王爷王妃要住一起，便抬手指了下盛景玉的房间，又去给越秀安排住处。听说了吗？昨晚陈王妃放火，差点烧死陈王。啊，昨天不是刚成亲吗？那陈王不得活剐了陈王妃？奇怪的地方就在这，陈王妃没事，只是被烧伤了，还请了女医入府医治。临走时，陈王想杀女医泄愤，但被陈王妃给拦下来了。陈王想杀的人，皇上都没救下来，这个陈王妃是什么来路？还有那，明明是王妃纵火，可陈王不光没怪罪，还特意去同皇上解释是意外失火。昨晚陈王入宫的时候，衣服都是破的。苏文渊刚起床就听到了这个炸裂的消息，这不是造谣吗？
宫里又来人催了，王妃尽量快些，属下会陪王妃一同入宫。是我不想快吗？你们府里下人处处怠慢，要不是盛景玉在这住了一夜，我恐怕连口水都喝不上。书中皇后一直不待见苏文渊，嫌弃苏文渊瘸腿又小家子气，而是晾了1个月才请安，人就被皇后扣在宫里跪了一整夜。现在莫名提前，肯定是昨天放火一事。王爷不用去吗？皇上让王爷好好休息，不必入宫，所以只有王妃一人。看来是要找我的麻烦喽。算了，越秀，你随便挑2根簪子，拿着路上带，我们再去厨房看看，反正都迟了。孟琪带路，还没走进去，就听到了里面的刺耳笑声。头一次见到这么简单的亲事，大户人家娶个妾都得准备点什么。我们这位王妃一顶破花轿就抬进来了。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她在丞相府的时候，府里嫡小姐都不让她出门，厨房也都是送些冷了馊了的饭过去给她吃。来到陈王府，我们也不必管她，她自己就能活，免得惯出毛病来踩在我们头上。已经惯出来了，今早还让丫鬟给她打水，在丞相府都是自己去打的水。苏元拿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就不舍得让原主生活的好一点吗？活该他全吐出来。小姐，天杀的苏元，苛待一个孩子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？什么都我自己来了，养你们干什么？我这王妃的位置让给你们好不好？都说陈王府是狼窝虎穴，下人差事难做，我看可是轻松的很啊！菜叶子一根根洗，等你们炒盘菜得下个月了吧？先进宫，回来再处理他们。呸！什么东西？昨天才入府，没有3媒6聘，也没有迎亲拜堂，今天就摆上王妃的谱了。我们伺候王爷多年，轮得到他说3道4吗？既然不满意，以后他自己做饭吃，不伺候了。王爷还能因为一个刚进门的王妃，就把我们这些老奴撵出去吗？苏文渊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，周围人也都听到了。事情传到盛景玉耳朵里，他对此毫不意外。现在他想看看苏文渊要如何收场。皇上，陈王妃到了。让他进来。哼，儿臣来得这样晚，你爹身为丞相都不敢如此怠慢，还请父皇母后恕罪。昨夜陈王府失火，儿臣在火中救陈王时不慎烧伤了腿，今早上要耽误了时辰，行动也多有不便，并非有意怠慢。等一等也不碍事的，腿伤得重吗？已经上过药了，小心照顾，便不会留疤。昨夜大火，外面人都说是你做的，苏文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，陈王妃，就算你害怕惶恐，也不能做出纵火这种事啊！好在没出什么意外，态度诚恳的道个歉也就罢了。还以为他温柔呢，温柔个鬼！我还没解释呢，你就替我认下了。昨夜已经查明这场火是意外，王爷没和皇上皇后说吗？还是说皇上皇后更愿意相信外面谣言？苏文渊，不可无礼！幸好皇上没有怪罪。看来这婆媳矛盾是躲不开了。今天我还特意表现得强硬一点，怎么还是不满？看来嫌弃我软弱只是个借口而已。你说这火是意外，可为什么京城里的人都说这火是你放的？京城里的人还说我活不过昨夜呢，皇上怎么不怀疑是王爷杀妻？此等非议，岂能当真？这人心是偏的，解释的再多又有什么用？皇上看着他，回想自己刚才说的话，一时语塞，沉默良久。好一个陈王妃，哈哈哈哈！看样子是不用跪一夜了。皇上怎么还让王妃跪着呢？赐座。昨夜苏丞相去了陈王府，回家就病了，可是被府中大火给吓到了。太子去丞相府拜访，回来和朕说，丞相是被你气病的，说你做了王妃便开始目中无人。奶奶的，缺了大德，显然是故意提的这件事。苏元也是，竟一刻都忍不了，这么快就开始告状。昨夜陈王大火，府中忙乱不堪，或许是哪里怠慢了父亲，让他心生误解。苏丞相为官多年，怎么会因为你的怠慢生气？你还是仔细想想，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如今你已经是陈王妃了，传出不孝的名声不好听，不如就去认个错，不妨事的。皇后不依不饶地催他认错，就是想借故罚他，到时候再传扬出去，小事化大。这软刀子可真让人难受，眼里藏针，针针都往死穴上扎呀。皇后娘娘说的对，这样难听的名声我担不起。这样吧，麻烦皇上差人去一趟丞相府，把我父亲请来，当面问一问。
苏文渊说的极其认真，他猜苏媛不敢来。皇后笑了笑，想说些软话继续逼他，但苏文渊没给他说话的机会。太子也请过来吧，免得是他传错了话，惹人误解。昨天火势那么大，王爷狼狈不堪，我腿上烧伤大片，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做错什么。也对，府里都忙成那样了，他竟然还有功夫生气，管他是不是真的被气病了。就算是真的，也是他小心眼了。许是有什么误解，你也不要太较真。我在府中多年，父亲整日繁忙，极少关心我。昨日父亲半夜来到府中，我以为父亲是关心我，不曾想是我做的不好，惹他生气了。既然如此，怎能不问清楚些，免得旁人说我不孝。皇后久居深宫，对外面的事情了解甚少，既如此，就少妄下结论，免得冤枉了王妃。是臣妾没有问清楚，险些冤枉了陈王妃。苏文渊没回话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皇上也不说话，自顾自地喝茶，等着皇后自己收拾烂摊子。哎呦，瞧本宫这张嘴，你这孩子，本宫不是怪你，是担心你情急之下胡乱出主意，让你受了委屈。本宫待景玉如同亲生，她的王妃，本宫一样偏爱。当初皇上想让景玉娶你妹妹，后又听人说你性子温婉，比她要细心许多。现在看来，果真如此。哦，原来一开始要嫁盛景玉的人是苏灵儿啊。那是谁劝说皇上皇后把出嫁之人改成原主的？皇上偏爱盛景玉，皇后待她也好，那怎么会给她选一位废物的王妃？皇后如愿看到了他震惊的表情，接着皇上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，便让他离开了。你家王爷胃口挺好啊。也没有那么好。我看挺好的，吃了那么大的亏，愣是一声没吭。还没吃饭呢，找个地方吃饭，府里恐怕没我们的饭。苏文渊猜对了，府里不止没做饭，这些婆子还去找盛景玉告状。苏文渊刚回到逐月阁，就看到了满院的下人。好热闹啊，怎么今天发月钱啊？他们是来告状的，说你不待见他们。王妃大清早去了厨房，嫌我们照顾得不好，又觉得不应该养着我们没干活吗？就是这些年，王爷爱吃什么，爱喝什么，吃药时的忌口，还有平时身体的补养，都是我们费心安排的。王妃才来1日，就抹杀了我们的功劳。对，是的。爹，早上不给王妃做饭，又嘲笑王妃出身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才跟着进了一次宫，就开始替苏文渊说话了。孟侍卫，不能因为你是王爷身边的人就张嘴乱说吧。早上我们做了，你也吃了，王妃起得晚，我们厨房辛辛苦苦的又单独给她做饭，最后没做成，还不是因为王妃说的那番话。她要是不来厨房，现在饭菜早就摆在她面前了。你们一群不干活的，还真有理了。看来我以后想吃口饭，还得先求求你们，不好言好语的哄着，就得饿着，是吧？好，怎么不说话？王妃严重了，你以后别那么多要求，也别对我们这些人指手画脚，自然会有您的一口饭吃。这是下人该说的话吗？他们就欺负盛景玉看不见，所以只是话说得漂亮，规矩没有半点。王爷，您是不是有银子没处使，所以在府里养了一堆祖宗啊？陈王府有这么多位祖宗，怎么没事先和我说一声，我好打个板，把你们供起来。今天入宫的时候，我就该问问皇上，皇陵有没有给你们几个留位置。王妃知不知道自己干嘛的？在这装什么大爷？请你们来是让你们来干活的，不是让你们来做主子的。皇家的祖宗和皇陵，这种话传出去，这样的罪名扣下来，在场这些人都得死，还是九族全灭？王爷封起来，不过是要1、2个人的性命，王妃一发疯，是要斩草除根啊！都跪下干嘛？这时候怕死了。大清早干点活磨磨唧唧，早上谁打得水，谁梳的头，谁铺的床铺，滚出来！盛景玉默默看着他这位王妃入宫以后，好像脾气略有渐长。非要等我问第2遍吗？入府多久了？一直都是这么干活吗？府里这些老嬷嬷有些背景，很难搞，得先从年纪小的开刀。大清早叫人打水叫了3遍，活不会干，耳朵不好使，还不会说话。王爷，你养这么多人，是为自己行善积德吗？王妃若是觉得碍眼，那就撵出去吧。终于说句人话了，王府是人家的，总要问问他的意见。求求王妃留下我吧，我家里人还等着我拿银子回去救命呢。王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，不用您喊，我就能把水打来。一个又一个出来求饶，苏文渊始终不为所动，直到他们哭不动了，苏文渊才勉为其难地留下他们。逐月阁的下人，今早干活的扣半个月的月钱。谢王妃，谢王妃。幸好早上躲在房间偷懒来着，这下反倒保住了月钱。没干活的人扣1个月。啊？不愿意可以走，没人拦你们。
苏文渊只是处置了逐月阁的下人，但既然要在府里常住，那光处理一个逐月阁肯定是不行的。王爷，府中下人杂乱，是不是该管管了？这种小事，王妃决定就好。说完，盛景玉起身重回书房，不再管这些事。我们几个年纪大的，在府里很多年了，管理下人的事交给我们就行。是啊，这种事不用王妃操心。我吃个饭都得求你们，要让你们管王府，是不是得求着你们干活呀？厨房的事还没找他们算账，他们也是聪明，突然就不提了。早上在厨房议论主子还不干活，不会以为我忘了吧？大清早都说什么了？再说一遍，让这些人听听，别让旁人觉得是我故意刁难你们。奴婢去给王妃倒杯茶。去吧，你的月钱不用扣了。不过倒杯茶，月钱就保住了。院内下人隐约领悟到了陈王府的生存规则，厨房里的人慌了。逐月阁这边已经处置完了，王妃却没说要怎么处置他们。想到这，大家又开始推高婆子，让她主动和王妃说。说闲话的时候有他们，认错的时候怎么就我一个人？王妃，早上是我们糊涂，您别和我们计较，日后你想吃什么，我们肯定好好做。我觉得吧，你们手艺也不怎么样，换些人更好。这些岁数大的老滑头，认错肯定不是真心的，不过是趋于形式罢了。哼，王妃刚来就想撵我们走。王妃，宫里的陈嬷嬷来了，快让嬷嬷进来。这是帮手来了，给王妃请安。府里怎么闹吵吵的？嬷嬷，正好您来了，您替我们说几句话吧。王妃要撵我们出去呢。我们照顾王爷多年，现在我们要是走了，王爷的吃食又得换人准备，万一新人照顾不好，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娘娘啊？程嬷嬷先观察苏文渊的脸色，发现他并没有因为这两人痛哭流涕就慌乱心软。王妃要撵你们，肯定是你们没伺候好，有什么好叫屈的？府里不同以往，现在多了位王妃，你们做事更要小心些。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用我来教吗？耶，这话说的，怎么我没来的时候就不用小心了？嬷嬷说的是我们的错，还请嬷嬷替我们求个情。王妃，他们第一天伺候你，难免疏漏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看在他们是玉妃娘娘身边人的份上，暂且饶了他们。这程嬷嬷是会说话的，也会办事，先把他们骂一顿，又替他们求情。日后他们再有不敬，奴婢回去禀了皇后娘娘，到时候有娘娘做主，随您处置。听你这意思，没有皇后做主，陈王府的下人我不能处置。照你这么说，得皇后同意才行。王妃误会了，也是奴婢说错了。您要是不喜欢，现在就撵出去。但府里上了年纪的老嬷嬷，都是当年伺候玉妃的，奴婢也是为您着想。您刚做王妃，就把玉妃留给王爷的人撵走，皇后肯定会担心这新来的下人，照顾不好王爷，玉妃娘娘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心。看来今天是想动他们，也动不了了。你们几个都来给王妃道个歉，下次再敢怠慢，饶不了你们。是奴婢没照顾好王妃，王妃想吃点什么，我们这就下去准备。还用问吗？中午做些拿手的，给王妃赔罪。是。这就走了。第一天做王妃不占理啊！嬷嬷来陈王府是来找王爷的吧？我就不打扰了。今天多谢嬷嬷，这王妃真是厉害，三言两语的就要把我们打发出去。哼，你们有点出息，她一个不受宠的王妃，动得了你们吗？你们可是玉妃派来的，如今玉妃已死，她敢撵你们，你们就闹给她看，怎么闹还用我教吗？三句话不离玉妃，你看她还敢不敢撵你们？事情闹大了，宫里还有皇后给你们拖着呢。王爷今天可没管我们，要是王爷撵的，我们哪敢闹啊？你们傻啊？谁让你们闹到王爷面前的？这些年你们在府里各种搜刮贪污，当王爷不知道啊？王爷要撵你们早就撵了，他懒得管这种事，你们还闹到他面前去。那苏文渊是王爷明面上的王妃，他能向着你们一群下人说话吗？你们不去告，他也不敢告。芝麻大点的事还要麻烦王爷，他这个王妃也就做到头了。老奴明白了。行了，我还有事。小姐，单子上的东西全都在，一点没错。衣服首饰可以拿出来一些，剩下的放这吧，金银够用了。苏元连金银都没敢动，想必是怕出事，或者是想留着这些钱救急，霸占人家的嫁妆，却不舍得让原主生活的好一点。该死的苏元！程嬷嬷正添油加醋的告状，宫里的事情盛景玉早就知道了，可被程嬷嬷这么一说，就全是苏文渊的错了。王妃是个不爱吃亏的，皇后娘娘不过多关心王爷两句，就让王妃驳了回来。娘娘怕王妃生气，特意让奴婢过来给王妃送些东西赔礼。王妃怎么驳的母后？皇后娘娘原本是不让说的，但老奴跟了她那么久，也是看不得皇后受委屈。王妃的性子，王爷可得好好约束一下。娘娘说一句，她有10句8句的等着，这怎么行？本王知道了。
府里这些下人毕竟伺候王爷多年，王妃突然要换，传出去定然会议论纷纷，王爷可要三思。好，王爷不打算处置王妃吗？成亲前我不愿娶亲，所有人都逼我娶她，又千叮万嘱让我不得伤害她。现在这个王妃不如他们的愿，他们又想逼我处置她，凡事都让他们说了算，想的也太好了。这个王妃本王看着甚好，他们若是看不惯，自己想办法。这才刚成亲，闹出来的动静不小啊！这王妃可真蠢，还没在陈王府站稳脚，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折腾人。奴婢见到王爷以后，该说的都说了，这位王妃怕是站不稳了。就怕景玉没把本宫的话给当回事。娘娘多虑了，当年您不过是抱怨了一句，说何贵妃目无尊卑，王爷便挖了她的眼睛。现在奴婢亲自去陈王府，又说了那么多，王爷不会无动于衷的。还是以前的景玉好，现在做事太收敛了。皇上不让他伤害这个王妃，他就真的违心迁就，纵的那个庶女无法无天，还真以为自己是王妃呢。娘娘放心，那几个婆子也不是吃素的，能任由他折腾吗？再者奴婢也提点了几句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本宫等着好消息。哎，谁让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？好绿啊！王爷一直在喝药，不能吃荤腥，只能吃些清淡的。王妃既然嫁入府中，总要同甘共苦才是。府里素菜做的也不错，王妃尝尝。王爷，哪个庸医给你看得病？本王吃什么都一样，厨房的几个婆子是我母妃当年送进来的，你若是压不住，就只能忍了。他们不会是在虐待你吧？王妃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说虐待可能夸张了，但府里下人仗着他看不见，肯定做了不少欺瞒他的行为。我身子虚，总是吃药，吃药就得忌口。就是有忌口，也不能把饭菜做成这样啊！唉，脆弱的自尊呀。盛景玉不懂，他为什么从苏文渊眼中看出了怜悯和慈爱。吃完饭，苏文渊又提起了一件事，我是不是得给玉妃上炷香啊？好。上完香，苏文渊就去忙正事了。厨房那些人，他必须想办法弄走。月秀，你去找些靠谱的下人和厨子回来，再请几位工匠。陈王府名声不好，价钱给高一点。好。等等，开我的车去吧。王妃，你买车了？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好的，我去就回。你们几个把小厨房收拾干净。是。不到1个时辰，越秀就带着人回来了。这些人听到陈王府，即便是重金，也有些犹豫。后来听说是陈王妃请人，才大着胆子过来。你去叫孟琪过来，让他和这些工匠说说怎么把那个烧煤的院子给修上。其他人我得先看看，再决定用不用。府里真正有地位的是盛景玉身边的侍卫，他们什么杂事都管，可最近都不在，就留了一个孟琪。这种事问他准没错。王妃，不管是工匠还是厨子，您都给了高价，比府里的下人婆子还要多出1倍不止，这花的可都是你的银子啊！不算多，我可是富婆，别说这几个了，再养几百个也是养得起的。府里现在就这个名声，不花高价谁愿意来？不只是多少的问题，关键这是你的嫁妆，修府请人应该用王府的银子，正经人家哪有用夫人嫁妆去补贴家用的？更别说是王府了，你愿意花，王爷还不一定愿意呢。就你机灵，去吧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越秀找回来的丫鬟和厨子，他只留下了2个丫鬟，剩下的人虽然没用，但也给了赏钱。谢王妃，谢王妃，以后王府有缺人的时候，只管找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会干。孟琪得知逐月阁的动静以后，汇报给盛景玉。你就没想过被火烧完的院子要重修吗？而且他这是打算扎根在逐月阁了，那我去哪？您也留在逐月阁啊，王妃又没撵您走。我说错话了？你没错，我错了。你姐姐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就能回来。行，那我再忍1天。哦，还有修那个院子，还有收拾小厨房，包括后面请下人，都是王妃出银子，府里又省了一笔。用王妃的钱，越秀还说王爷会不愿意呢，哈哈哈。你真是1天都忍不了。你去把近2个月的账本给王妃送去，让她需要银子就从府里拿，反正你也有这里的钥匙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着王妃保护她的安全。啊？怎么感觉被撵了？王爷，我哪做的不好？你可以说我改，别撵我啊。没有，你很好，放在王妃身边，帮我盯着王妃的一举一动，我很放心。哦，
苏文渊拿到账本，第一时间就是去看厨房的账。盛景玉身边有侍卫，这些侍卫大多数是见不得光的，他们的花销必然不会记在这本账上。他翻看许久，一抬头发现孟琪还在。你怎么还在这？去忙吧，没你的事了。王爷让我以后跟着王妃，保护你的安全。行，有你在身边，我做事方便些。你听话吗？可听话了。去帮那些工匠把院子修漂亮些。本还想回门那日把孟琪借来，在身边保护着，现在倒省事了。府里的账之前是孟琪的姐姐负责，明天她就回来了，有看不懂的问她。太好了，这不懂的地方可太多了。不急，来，急也没什么用。苏文渊伸手拿过药膏，挽起裤腿开始擦药。就这么在我面前上药？本以为上完药就结束了，没想到他又开始脱衣服。反正他也看不到，走到屏风后面还怪麻烦的。王爷你不热吗？都出汗了。不热。这人热的声音都不对了，还盖这么严实，不理解但尊重。前厅已经摆上了清粥小菜，盛景玉看着这些饭菜，心如止水。再一抬头，苏文渊站在了他的面前，昨晚的那幅画面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，时不时就要冒出来，想忘都忘不掉。就算是王妃，不也得我们给什么就吃什么吗？我还以为有多厉害，我们可是娘娘派来照顾王爷的。如今娘娘已死，他欺负我们就是欺辱娘娘，想把我们撵走，除非娘娘活过来。哼！苏文渊这顿早饭吃的火气越来越大。月秀，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找2个新厨子回来，就用院里的小厨房。实在耗不了了，我的胃哪经得起这种折腾。好在找人没那么麻烦了，都知道陈王妃出手阔绰，就连丞相府那边都知道了。王氏在后院大喊大叫，疯了一般。苏文渊拿着嫁妆真是潇洒，请个厨子闹得满城风雨。现在他要是愿意，都能把丞相府给买下来。苏元捂着胸口没有说话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10几岁。今天早上上朝又被皇上臭骂一顿，回来王氏还闹个没完。当年你娶那个贱人就是为了嫁妆，如今和她生了女儿，又养了10几年，之后把嫁妆原原本本的还回去了。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万事，我图什么啊？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死也不会和你苟且。你要是不愿意，现在就走，我写休书。昨天吵了一整天，今天还吵。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们在这儿吵有什么用啊？不如仔细想想，明日苏文渊回门，怎么把嫁妆再要回来？还能要回来吗？怎么就不能呢？我请了太子殿下明日入府，有殿下帮忙，亲生父亲向他开口讨要，还能要不回来啊？苏元和王氏对视一眼，暂时停止了争吵，谋划着要如何把东西再抢回来。回门这事，苏文渊纯是为了打架去的，但盛景玉说会跟着一起，计划就得改了。早起月秀翻出一套他认为最好看的头面，苏文渊好一阵打扮。我的这个王妃是真好啊，几10万两银子戴头上，嘿，不过值得。王爷，皇后娘娘早起腹痛不止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，皇后病了，这是不打算让盛景玉陪我去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严重吗？好像挺严重的，半夜就叫了太医，现在各宫妃嫔和2位皇子都在那呢，就差王爷了。嘿嘿，既然母后病了，那回门的事就不急了，先入宫吧，我们一起。皇后不只是想阻拦盛景玉，还想刁难苏文渊。这个时候她回门会被骂，入宫同样会被说，陷入两难。丞相或许在府里等你呢。那不是应该的吗？等一会儿也死不了。孟琪备马车，先入宫。马车刚从陈王府出发，丞相府那边就得到了消息，苏元和王氏等人。不过他们等的是太子。王氏瞧见女儿，心情舒畅了不少。你能不能沉稳一些？太子可还没说要娶你呢，你就一直往上凑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他不用说，太子娶妃哪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？当他是陈王啊，不到3天就赐婚成亲。你也知道太子娶亲不容易，可你知道吗？要是你的嫁妆丰厚，太子和万贵妃都会对你高看一眼。娘，你给我准备了多少？其实少一点无所谓的。少一点？当年安乐侯就一个女儿，她的嫁妆全是这当时罕见的珍宝。你别看箱子不多，现在丞相府掏空家底都比不上她的1箱嫁妆。你说这是一点吗？啊，苏文渊的母亲留下了那么多的嫁妆，怎么没和我说？这2天苏元和王氏吵得厉害，他只当是王氏贪得无厌，舍不得钱财，万万没想到嫁妆有那么多。你房里的首饰最贵不过100两，苏文渊的嫁妆里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几万两的，甚至还有几10万两的。爹，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早点告诉我，都不用给当做嫁妆了，早就拿出来用了。那是安乐侯府的东西，谁敢拿出来用？苏灵儿急得不知所措，现在她已经没心情迎接太子了。
先别急，我们今天努力，让他把嫁妆送回来。反正他在陈王府也用不到，交给你还能帮你嫁给太子。这位是陈王妃，这么出众，怎么和太子当时的描述差这么多？各宫娘娘安好，我很少出门，所以不认识各位，还请诸位担待。王爷这边，娘娘不知道王妃会来，还请王妃在此等候，同诸位娘娘说会话。把我扔在这，这皇后做事真绝。哎，这发饰怎么看着熟悉，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呢？这是那套赤金烟霞，很多年都没人仿造了，你这套倒是精巧。嫁妆箱子里翻的，我觉得好看，就带着了。你爹还真舍得，这套仿的不错。我爹没准备什么，我娘留下来的，这是他当年的嫁妆。说到这里，苏文渊发觉说的多了。安乐侯是他的外祖父，当年叛国，铁证如山，这件事无论前朝后宫都不能随便提及，他也不该提。安乐侯嫡女的嫁妆，这头面不会是真的吧？要是真的得值多少银子？突然苏文渊就被几位娘娘给包围了。苏文渊不懂为什么他们突然变得如此热情。程嬷嬷躲在后面瞧了半天，这些娘娘怎么还恭维上了？过2日本宫设宴赏花，到时候陈王妃可得过来凑凑热闹。好说。程嬷嬷回到皇后身边，递给皇后一个眼神，让他们都回吧。王妃既然也来了，那就让王妃进来吧。陈王妃，今天是你回门的日子，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入宫呢？回门有什么要紧的？母后身体好些了吗？荒唐，回门怎么就不要紧了？丞相这时候肯定在府里眼巴巴地望着呢，你怎好晾着他？母后，你说什么呢？陈王妃知道您身份尊贵，所以宁可晾着亲爹也得过来看你，这不是在讨好你吗？不过2句话，苏文渊就成了趋炎附势的小人，同时还得背着不孝的骂名。这怎么行？本宫只是皇后，又没生你养你，就算你要讨好，也不能挑回门的日子吧？哼，既然你都不要脸了，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娘娘误会了，我说回门不要紧，是因为成亲当日简陋，那回门何必大张旗鼓的？再者，我又没说要一直留在宫里伺候，出宫以后还是得去丞相府。哈哈哈，顺便来看他一眼，还真把自己给当盘菜了。他这意思是本宫自作多情，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这画面实在太精彩了，真想去车道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还有一事得提醒皇后，若是来看一眼就算讨好，那成明宫的门槛可是够低的。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不过是敬着您的身份，你要是都当成讨好，听着怪可笑的。陈王妃胆子太大了，竟然这般嘲讽皇后。皇后胸口不断起伏，极力压制着火气，提醒自己不能失态。刚刚听王妃提到大婚，你是嫌婚事简陋吗？我说了那么多，你倒是挺会听的。要是这么聊的话，可就更有意思了。简陋是真，但我不在乎。王爷体弱，哪有精力大肆操办？而且成亲这种事，理应王爷的母亲操办。可玉妃娘娘去世的早，没人替王爷准备，我也是理解的。皇后瞪着眼睛，眼里的怒火都要喷出来了，眼神要是能杀人，此时苏文渊应该只剩一捧骨灰了。外面都说皇后把盛景玉当成亲生，可在成亲这件事上，皇后可是一点忙没帮。你，王妃是觉得本宫苛待景玉？我每说一句，您都要曲解一番。照您这么说，您刚刚说了我一通，是不是诚心挑刺啊？我挂念娘娘的身体，这才匆匆入宫。您和七殿下3言2语的，就把我说成了不孝且曲意逢迎的小人。盛景玉都为他捏了把汗，他这张嘴的攻击力太强了。不过此时的皇后，倒比当初哭他时要真实的多。哼，四哥，你这王妃真是伶牙俐齿。那你可得多学着点，憋了半天就说这么一句，还好意思开口？我虽然说不过王妃，但我看惯了曲意逢迎的小人。陈王妃进来时的嘴脸和他们极为相似。此时盛景玉也有些恼火，总不能干看着苏文渊大杀四方，自己什么都不做吧？刚要开口，却被苏文渊阻拦。现在无需他出手。记得七皇子还没出宫开府吧？七皇子如今还住在宫中，你竟说你见惯了曲意逢迎的人，可想而知你身边围了多少恶人。但我记得如今七皇子能接触到的，也就是宫里的丫鬟奴才，还有教你读书明理的先生老师，外加那些伴读和玩伴，是他们曲意逢迎吗？你别管是谁，你快一点！哦哟，2天不见，父亲这么想我吗？我想你，哼！你是皇子，身边有这等小人，怎能不管？若是把你带坏了，得有多少人笑话安川皇室？你丢得起那个人，安川国丢不起啊！孟琪，去一趟内务府，让人严查七弟身边伺候的人，再把那些人一起换了。本宫还在这里，想做后宫的主，总得通过我这个皇后吧？母后不同意吗？这是为七弟好。孟琪，你再去禀告父皇，让父皇好好问问教七弟读书的先生，看看他身边有多少曲意逢迎的人。啊，
盛景玉在宫里竟然有这般能耐，我就痛快嘴，吓唬一下七皇子。盛景玉才是真正的行动派啊！母后，我不要换人，这是为了你好，再不换人，容易把你给带坏了。盛景玉欲将此事呈于皇上，由皇上来裁决后宫之事。皇后思来想去，也只能换了。出去，都出去！皇后娘娘身子不适，王爷、王妃和2位殿下先出去等等。寝宫里除了七皇子，还有一位八皇子，但八皇子一直没说话。听娘娘说话中气十足，想必也没什么事了，我就不在殿外等了，该回门了。皇后死咬着后槽牙，她现在很想一巴掌扇过去。程嬷嬷赶紧把他们都请到殿外。皇后娘娘身体不好，王爷留下来陪娘娘吧。刚刚苏文渊说了挑拨的话，总要和王爷解释清楚。盛景玉想拒绝，丞相府那边还有的吵呢。苏文渊在丞相府被欺负多年，这一遭回门肯定消停不了。王爷留在这吧，一个丞相府还不值得你折腾一趟。母后一直温柔大方，今天竟然被你气成这样。哎，王爷，你没听人说吗？我也是温柔贤淑，如今被逼得出口伤人，也不知道是谁有问题。赶紧出宫吧，你爹应该等急了。苏文渊算是给了他一些惊喜，以往他总是被皇后裹挟，一句待他如同亲生，就让他束手束脚。而苏元那边的确等急了，太子来的还挺早，茶都已经放凉2杯了，还没看到苏渊的影子。苏元能聊的都聊了，而苏玲满脑子都是银子，也没理太子。苏丞相，你的这个女儿确定是今天回门吧？这个逆女平时就拖拖拉拉，回门竟然也拖，让太子殿下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没事，我也就是过来凑个热闹，但回门当天让父母等着，可是有点不像话了。可不是嘛，以前就不敬长辈，今天是有太子在这作证，我才敢说这种话，不然旁人还都以为是我这个继母胡说八道。灵儿，快给太子殿下换杯茶。不必换了，陈王妃不会是不来了吧？我今天可是奔着苏文渊来的，要是真给陈王选了一位端庄得体的王妃，我可得回死。苏元已经坐不住了，叫来下人让再去看看。人还没走出去，苏文渊就到了。你快一点！哦哟，2天不见，父亲这么想我吗？我想你，太子殿下也来了，他在府里等你多时，你就不能快一点？哦，为何来的这样晚？回门竟然还要让我们等你？先入宫看了皇后娘娘，皇后昨晚腹痛不止，王爷担心，我就陪着入宫了。爹爹和夫人有什么不满，不如入宫同皇后讲。苏文渊寻了个位置坐下，一眼就看到了一脸震惊的苏玲。出嫁后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苏文渊，他莫名觉得苏文渊整个人都变了。你是苏文渊？又一次见到了，还是那般肆意张扬，这就是苏灵儿说的胆小如鼠。我在丞相府居住多年，怎么离开3天你就不认识了？你不可能，你怎么能戴这种首饰？你穿的衣服……苏玲疯起来倒是和王氏一样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说着说着还动上手了。以前夫人管家，好东西都在你那，我当然没得穿，没得戴。现在我已经是陈王妃了，我要是再和以前一样戴个木棍草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卖身葬父呢。灵儿，你姐姐现在是陈王妃，自然会有所不同。本以为是撵出去一个碍眼的人，结果却是让他飞上枝头，还得了万贯金银。哼，你没看到太子殿下在这吗？看到了，太子殿下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应该在宫里陪着皇后吗？泼脏水、扣帽子，都是他们喜欢的，我也得学了用用。皇后身边不缺人陪，我若是在的话，她的病反而难好。那我们差不多，早知道我也不去了。皇后现在恨疯了我，嫁给盛景玉不过3天就被嫌弃了。皇后娘娘不喜欢你。苏文渊要是和苏灵儿说的一样，上不了台面，皇后不喜欢是正常的。如今这般坦然大方，竟也没能让皇后满意。很惊讶吗？不也不喜欢你吗？突然他们2个就聊上了，聊得还挺愉快。盛元和露出了进来以后的第一个笑脸，二人闲来无事聊了不少，互相试探。苏元数次想要插话，但都没插进去，王氏几次打断，也没能打断成功。哼，说好的帮我讨要嫁妆呢？苏文渊，你一个已婚妇人，跟太子聊这么多干什么？嘿，那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在这看什么呢？看来是我不该在这儿，今天打扰苏丞相了。能和陈王妃聊这么久，荣幸之至。说完他就走了，苏玲连忙追过去，那也没把他给追回来。